今天帮我们带来哪2支？来，这支罗马之南，罗马之南 PT 的罗马之南，因为它最近出了一个10周年版哦，所以我们可以来试一般跟10周年有什么差别哦。好，所以这一集是讲一般版跟10周年的比较，直接做比较了。就是我们之前已经有拍过那个一般版本嘛，对，那新的这个就是它的10周年纪念版创新版还没有拍过，我们也还没有闻过，对，所以呢可以就是来比较一下。好的，那开场还没讲，欢迎各位 QEN 奢华美妆香水的朋友们一起来，我们一天介绍一支香水给你认识哦。那也谢谢 Podcast 的朋友，我们现在已经晋升到收听率的前半段了。好，那赶快来试试看。一般版学姐还有印象吗？清爽的果香啊，你可以试试看。好，因为它想要呈现意大利一个自然公园的太少了吗？对，一个自然公园的那个氛围。谢谢。哇，果香哎。那新的这边也要直接喷，对，这样才可以同时，对，我们同步比较。对，哇，先给大家看一下，超美的10周年版很美，超漂亮。它瓶子上就雕了那个对意大利神话的那个图案，对，本身瓶子本身就很特别，然后还有它装的这个哦，有那种刺绣雕花的，对，它整个是绒布刺绣，这个也是超美的。哇，这很像那个万神殿，很有质感啊，这超美的。刻在上面，每一面的那个图案图腾都不一样。它是刺绣，那个绒布刺绣，真的觉得很厉害。对，很像去了埃及，对不对？特别漂亮。还没喷哦。对，另外一支来，给它把它打开给大家看。很边边，一边一个，好。哇，不一样哎，原版的酸爽果甜，这个是有一点带着甜甜的木头香，但是还带着果香，对不对？果香还是在，可是它木头的比例加重，是前面差蛮多的，我觉得。对，前面就已经差蛮多了。哇，我知道了，10周年多了。甜甜的木头进去了，原本的基底没有什么太不一样，那但是10周年多了木质香进去，对，来那我觉得一般版的原本就是要衬托那个果香，就很像你在大自然里闻到的那个水果香气。是10周年版它把木质调加重之外，它还加多了比较多种的花香在里面，所以你会发现它的甜就不是单纯果香的甜。那 Cindy 来，Cindy闻到，我觉得先从我们一开始之前闻到罗马之南这一支的味道，对，它还是一如既往，就是它的那个芒果跟一些比较黑加仑的那种果香的，那种香甜感跟活泼感，其实就很明显，对，非常的突出。然后它整支已经是很完整的一个味道，但是你如果同时在喷这一支新的这一支的话，因为它新的这支它的浓度加强非常多，所以一开始闻到的时候，我反而是闻到比较多，不是它前面要呈现的芒果跟果香这一块，没有，对，是比较多，很像有点像酒发酵的那种味道。有啊，酒发酵，有点像是，你讲得真好。因为像以前小时候啊，我妈妈会弄那种就是水果发酵，就是整桶的那一种，就是在玻璃缸里面那一种。然后它那个到沉浸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它那个酵素的那种味道，对，发酵。刚开始我觉得这一支一开始有那种酵素的那种发酵的那个香气，一开始的时候，但它的走法其实就跟我们之前会去感受那种香精啊，比较浓香精的走法，它就是会倒过来走。是，我相信它后面的味道会在慢慢的就是像果香部分会再更凸显跳出来。你刚刚形容抓得非常的精准，发酵的味道它前面有那种就是有点像你要说是果香的那种酒酿啊，那种酵素的香气。对，OK。
好，学姐，那这2支看来前调相当明显的有所不同，对吧？对，前面差蛮多的。如果是这2个前调，我们来做个比较，你会喜欢原版还是喜欢新版10周年的嘞？我觉得它要表现给你不一样的氛围。原版的那个果香，我本来是喜欢，是因为 TT 的果香在台湾的天气喷起来都是清爽的，对，所以你会觉得很舒服。但是10周年版，我觉得还要再给它一点时间，因为它的香精比较高，第一个，然后刚刚 Cindy 讲的，就是它又浸泡的时间也比较久，所以你闻到10周年的时候，你不会像一般版，你会很快很多气息的那个直接你鼻子就会接受到，你的嗅觉就会接受到。但10周年版要等一下，因为它浸泡时间久之后，它会把香味圆融的包容进去，它变成是把香味包在里面，所以你要等一下，它其他味道才会出来给你闻到。所以我觉得现在我比较闻得到，就是刚刚讲的那个浸泡那个酵素的那个感觉，我大概知道他讲的那个酵素是什么。因为这一支我一开始闻的时候，我以为它里面有乌木。它那个酵素就是有一点那种类似腐蚀的感觉嘛。没错。后来我发现它往那个方向走。对，但后来我发现它没有，它没有放到乌木，它只有放到檀香跟广藿香。OK。所以我就在想说，应该是它那个果香浸泡久之后，香味整个包容在一起之后，会给你不一样的呈现。所以我觉得要给它一点时间，它等一下应该会完全不一样。好，对，但我还没闻到后面过。你有闻到大家的后面过了吗？有。OK。但我不想现在说，对，所以会有所保留。那如果我们以现在的味道来讲，我是比较喜欢原版的。真的。以目前的味道来说因为我们还没有闻到它后面的感觉嘛，因为前面它的香气，应该是说罗马真拿它原版其实就已经很实川的味道，就是任何时间你闻到它就会觉得还蛮开心的那个香气。但目前浓的这一支的味道，它是在更深层一点的，所以目前来说，它的味道不是属于你一开始就会觉得第一眼就爱上的那种，不是那一种第一眼就爱上的。对。好，那刚刚学姐的形容可以看得出来，学姐的意思是说给她一点时间，她还不立刻在前调就做比较啦。那 Cindy 是斩钉截铁的说，原版的那个感觉是比较让大家都可以接受的。那我觉得10周年版，我慢慢闻到，你知道那个什么凤梨酵素有没有？我们在吃凤梨的时候，凤梨会有一些水果是有酵素的，就有那种带着酸酸，然后带一种发酵的味道。事实上，我觉得这10周年版有一点发酵起作用的感觉，它好像似乎在酝酿中后段的变化对啊。所以如果前调你问我的话，我还是比较喜欢原版的。那10周年因为还不晓得，所以如同学姐说的，再给他一点时间。没错。那这个10周年版目前有没有让你们有感觉适用在什么场合、地点、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嘞？学姐，它会让我想起刚结束的那个台北时装周，就你去看秀的时候，它绝对是一个很适合的香味，就是果香也不会，果香跟木质香在身上表现都刚刚好，然后那个。好了，因为我还不能讲后面，它后面那个感觉，就是它整个奢华跟那个气质的氛围，我觉得，对我第一个想到就是时装周的氛围。好，那你觉得它到底要多久，它才可以达到发酵过后的美感呢？他想要我其实已经变味道了，但你们应该还没。对，我的酵素味已经不见了。是哦。对。好吧。但你们应该还在，所以要等一下。OK， 那 Cindy 你觉得多久可以转变到？可能1个小时后吧，应该会期待它会转到另外一个香气去。好，对啊。那各位观众，现在还不太完整，我们就先等1个小时之后，回头再来跟你讲这一支罗马之男原版跟10周年版前后的差别咯。待会见，拜拜。拜拜。罗马之男10周年版后调，
10周年版后调就不错了呢，哦，就蛮好闻的。原来真的是它，而且对，什么意思？我觉得比原版的更浓郁一些，更富裕，然后更加立体，对吧？对。如果说原版的是线性点对点的连成一条线，那这个就是立体的。我这样形容有没有到位，学姐？我现在这一支很妙的是，我远远闻的时候啊，它跟原版的很像，就是很馥郁的果香。是。可是我近闻的时候，我一直觉得，我刚刚就一直纳闷，我怎么一直闻到好像谁在烧那个线香？因为去泰国的线香不都会有一个香的味道？它一直在我的果香里，一直会闻到有点类似线香的香的那个味道。跟他要表现的这个，就是盒子上画的这些神话故事，对，有一点搭到，就是会给你一个很神秘的感觉。神指的那种感觉。对，就是他有表现到他瓶子上要呈现的那些图案啊，或是神话要给你的那个氛围，很像你进到了这些神殿，对不对？对，里面然后你会闻到香气，是，除了果香之外，还有一些蜡烛在燃烧的味道。对。来，那 Cindy 嘞，这一支10周年的后调，我觉得如果你刚刚讲那个形容说就是平面啊平线，我觉得这一支的感觉就是这样吗？线性的，这是比较线性的，然后这支就是噔啊，但是它到后面呢，还是一个那种蛮趋于平缓。对，然后这两个我觉得最大的差别是在这支就是比较活泼一点的味道，然后这支比较沉稳一些。对，然后它又多了一些那种木质啊后面的那种香气，我觉得比较多那种让你有一些想象空间的那种味道。这支就比较没有。是，你形容得很好。这一个原版的比较年轻一点。对。好，那这一支10周年版比较稳一点。对。而且持续力也比较好。年轻的可能有爆发力，但是它持香也不错，但是它就是表现比较线性。那这一支10周年版它比较有立体，而且比较深邃一点。对，而且留香又更加的久。对啊。这支是这支吗？对。学姐的味道要再更深沉，再更圆混一些。你闻你就知道我刚刚在讲什么。人家后调的感觉，它再更厚度再更厚一些，而且它真的有那个焚香线香的那一种味道。对，但我们还没耶。我真的有那个，就是古时候对意大利人或是罗马人在祭祀的时候，他会准备的那个现场那个香的感觉。那我们可以期待有学姐的比较后面，因为我走比较快，对。因为有时候我觉得针对这一些某几个牌子，他们的后调特别强有时候我都回到家晚上10点才有点后悔，说我们的后调真的隔不够久。对，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全面性的那个参考。那我相信这支罗马之南，我们不敢跟你说它已经是后调，10周年，特别10周年，它应该还在中段。我们只能就我们的上班时间尽量的跟你表达而已。对，而且我觉得这两支的话，这支就是如果用果香、花香跟木质调的来做一个区别的话，这支就是在偏果香多一些，原版的。那我觉得它后来出的这个新版的这一个10周年的感觉，就是花香也带进来了，然后木质调再更多一些，深层多一点这样。对 ，OK， 好。应该说这一支它要表现那个岛屿上大自然国家公园的氛围给你。这一支它是要表现那个岛屿的传统跟历史的神话给你。所以它就会更深沉。更有层次，对，然后你会觉得更神秘，感觉好像可以再多走进去一点那种氛围。对，我觉得这两支后调其实基底你闻得出来是
同样一个来源的，哦，那可是它表现的方法已经走的不太一样了，原版的它更轻盈、更亮，绿调又更多了一些，比较活泼一点。对。那这个10周年走得更稳、更细水长流的感受，那如果你问我2支哪一支好，我觉得2支都要拿，就是因为方向不一样，方向不一样。好，来学姐，那这一支更喜欢哪一支？你会更喜欢哪一支？然后给几分？如果以 TT 所有作品来讲，我觉得10周年这一支是特别的。对，因为它果香它的作品里面要呈现果香有很多。对。那如果这2支要去比特别的话，我比较喜欢10周年，因为我觉得它的层次感更丰富。因为对，如果你真的来试在身上，你走到后面就知道我在说，它不是只有给你一个大自然，它还给你大自然之外传统跟更深层的历史故事，都调在香水里面，我觉得还蛮厉害的。对，所以我会给它9.8。好，相当高。那 Cindy 嘞，你比较喜欢哪一支？那给它几分？以目前比较短浅的这个视光那个眼光来讲，是比较喜欢一般版。是。因为一般版就是一开始你就会很享受它带给你的味道的那种感觉。对。那10周年这个可能就需要在多一点时间，你可能需要1-2个小时后，你才会。我觉得它前面的味道对我来说还没有那么出来，因为它的香气走的这更久一点，然后可能对我们这种急性子的人来讲的话呢，可能会觉得怎么味道还没到我喜欢的那一趴这样。那如果说你不是很在意，就是我今天穿这个味道不是马上要出门去的，我是可能在家里待一整天的，那我就可以穿这个味道，慢慢的去享受它整天带给我的感觉。那如果今天是想要把它穿出门去的话，我可能就会选一般般的，就是更实穿，更就是日常一点。对。OK， 好，那就此时此刻还没到后调的罗马之男10周年版，你会给他几分？目前9.6。其实也是还是蛮高分的，因为就像学姐讲的，我觉得这支它跟 TT 其他支就是它有那种 TT 给你的感觉，就是那种很明显的浓郁的果香这一块，就是他们很强的这一块。但是它的后调，我觉得还蛮期待它后面给我的感觉，因为我闻到学姐身上的味道，我还蛮喜欢，但是它在我身上还没有出来啦。我想应该还是会有，但是就是。如果一样的味道的话，觉得这支的那个分数就会再更拉高一点，因为它后面的那个我一点特别带一点香甜感的木质也是我喜欢的。是好。总结这一支罗马之男原版跟10周年纪念版，我觉得你都需要左右2手来试试看，你才可以亲身的感受。那我们就现在闻到一个轻盈，一个浑厚，那但是后调两边走法同样的基底，可是方向却不太一样，对，值得你来亲自试用在自己的身上看看，或许在你身上感受有所不同。再次感谢你的收看，记得找学姐来试香喽，可以试吧？有吗？有货吗？这是奇宇的，对，我们谢谢奇宇，我们后面还会再来，还会再进。好的，目前是售完，但后面还会有，大家可以再期待一下。那我们下支影片见啦，拜拜。